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让人大脑清醒的事情啊。首先来说一说这个中共嫦娥登月的事情，面具人还找到了一些登月的画面、月球表面拍摄的画面，以及这个火箭发射架的那个现场视频。有点像科幻大片啊，并不是那种大外宣维稳说的，哎呀，中共的科技不堪一击的，今天飞机掉下来了，明天火箭失灵了。这些大外宣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中共的威胁程度，让中共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懂了吗？等一下面具人再给你们放这些精彩画面啊，然后就是今天节目的最重头戏，面具人要实名揭发芳芳。面具人今天会在节目中把芳芳的皇亲国戚红三代的真实身份、真面目给你们扒得干干净净的给你们看啊，包括他祖上是怎么回事，我都会在节目中爆料出来。这是今天节目的最精彩的环节。那老观众朋友们都知道，面具人揭露共产党的乌龟战术已经很多次了吧？老观众朋友们肯定能看明白中共的操作套路的，表面装疯卖傻，实则刀刀毙命。还记得前段时间中美贸易战的时候，美国说暂时禁止台湾呀、日本呀、韩国呀，这些全世界只要包含美国技术或者是和美国有合作的企业，不得给中共出售芯片，对吧？大家经常上网看推特或者是有看 Telegram 群呀、Line 群的观众朋友们，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当时那段时间大家一起欢呼雀跃，中共要死了，中共要完了，没有芯片了，飞机飞不上天了，还到处发有什么中共的卫星掉下来了，中共的火箭发射失败了，中共的飞机坠落到哪个地方了，残骸都找到了，是吧？当时这个事情搞得很多反共人士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非常的 happy 呀。结果呢，人家的嫦娥登月了，还去月球挖土了。其实你们不明白啊，这个飞机呀、卫星呀、火箭呀，它是有一定的失败比例的，只不过这个失败的事件啊，被这些大外宣拿来无限的放大，来维稳，来降低中共的威胁，说中共傻子白痴弱智。全世界啊，这个俄罗斯、美国这些航天技术发达的国家，它也会发射失败的，并且这种事情都是在预料之内的，经常发生的事情啊，每个国家都会有预案的。只不过这些新闻呢，在英文面板上或者是在俄文面板上，你不懂外语，你很难查得到，懂了吗？哎呀，这个残骸呀，中共的飞机掉下来，搞的是反共的人士非常高潮。其实面具人，我觉得这些事情再正常不过了，不存在什么中共会因为这种事情而倒闭了，中国共产党会因为飞机掉下来就完蛋了，懂了吗？中共的水深着呢啊！这些民主大师啊，之前喊的声音大得很，说中共没有芯片了，飞机飞不起来了，火箭上不了天了。结果呢，你看这次中共的嫦娥飞了那么远，飞到月球上，还要从月球带土再飞回来。那中共这次又打了这些民主大师的脸呀。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到底是这些民主大师天天打脸的无所谓了，不害怕了，因为不要脸嘛，所以也就不害怕打脸，对吧？还是说咱们这些观众老百姓太蠢没脑子呢？就喜欢听他们天天在这里说假话呢？咱们先抛开反共挺共的立场，立场是什么？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如果人因为被骗了选错了立场，那这个立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吧？小粉红被共产党骗，所以选择挺共，这是很可悲的事情。然后呢，共产党骗人，然后反共人士反共产党，就代表反共人士不会骗人了吗？这中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吧，对不对？是不是？那你们说反共人士天天打脸撒谎的次数不算少了吧？你说1次2次3次4次说错话啊，判断失误，那算是失误，毕竟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对不对？但是你们看好了啊，这些人几乎所有的论调都是反的，但同时呢，又都是错的啊。那咱们作为媒体人，作为政论这个时评人士，是不是？咱们每次评论的时候，至少要保着一个严谨的态度，对不对？你不能说因为一点这种暗示性的现象，风吹草动，就说中共要完了啊，这个共产党要死了。反而呢，你这种盲目自大会降低人们对共产党的警惕心，对不对？那你说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要完了，那委内瑞拉那么穷，穷的要死了，
你看委内瑞拉穷的要死了，他完蛋了吗？朝鲜穷的要死了，他完蛋了吗？更何况说中国它有那么多的韭菜，有那么多的资源，世界第2大经济体，5000年来的厚黑的阴谋国家，它能这么快完吗？你想让中共完蛋，你不去想办法，反而呢，因为一些表象，因为一些暗示性的东西，就天天的喊着天灭中共，中共要死了，对不对？你天天说中南海一群酒囊饭袋、傻子、白痴、弱智，结果呢，事实证明，中共的谋士团队都是非常阴险狡诈的、机关算尽的，并且呢，中共也花了重金培养出了他的一些科研人员，对不对？中共也不傻，他一直在步步为营。你说这个灾情是压倒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共反而在疫情中是恢复的最快的，而且成功的利用了疫情打击全世界全世界降低，中共拔起来，反而是中共占便宜了，这你们不可否认吧？对不对？这是铁铮铮的事实吧？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的情绪上是否能接受，这就是事实。有时候我们在战争的过程中，在面对敌人的过程中，是要承认敌方的强大的，因为你认可了对方的强大，你才能想到破解对方强大的办法，而不是掉以轻心、自我欺骗、自我安慰，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民主大师每次都预测错呢？这个疑问咱们先放在这里，因为这里面有大秘密呢。咱们先来说一说登月的这个事情法广2020年12月6日发文报道，周四离开月球表面的嫦娥5号上升器上面装有计划要送回地球的月球岩石采样品。周日，嫦娥5号上升器与返回器在月球轨道成功的完成了首次的对接。如果嫦娥5号未来成功降落地球，那将是继美俄两国40多年后，人类再一次把月球样品送回地球。人类再一次紧随美俄之后，中国的媒体自从周四以来呢，就已经在关注嫦娥5号上升器离开月球表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对北京而言，这是中国飞行装置首次在地外起飞。人类上一次采集月球样品成功送返地球，其实是在1976年的露纳24号无人月球勘探设计的这个计划，俄罗斯当时完成的。下来呢是这个美国嘛，美国跟俄罗斯搞这个星球大战，他俩就是扩充这个太空军嘛，美国先登月，然后俄罗斯也登月，再下来就是中国了。当然了，隔了40年，1976年时候的中国那是非常落后的。根据中国央视 CCTV 播出的电视画面显示中国的登月装置在周二成功着陆月球以后，在月球插下并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就是那个5星红旗，雪旗嘛。这就是中国航天计划继2019年它实现了人类首次把飞行装置降落月球背面后，又迅速的所取得了又一个新型的进展把土带回来了。那下一次是不是要把人送上去了？虽然说成功的把人送上去，中国目前做不到而且这一次把飞行器送上月球晚了美俄接近40-50年，但是呢，中国还是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突破的。而且你们知道这象征着什么不？这个世界正式形成3大格局了，美国、俄国、中国。当年为什么美俄要进行星球大战呢？太空军呢？就是为了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实力，来吸引别的国家加盟和他联盟那别的国家加盟和他联盟了以后，为的是什么？那就是为了争夺世界霸主的位置，争夺世界资源主导权的权利，对不对？那结果呢是美国赢了，所以呢你看美国也度过了几个黄金10年美国一直当世界霸主，控制着世界的资源，对吧？但是呢，俄国虽然说败了，但是他的实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他也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不管是武器还是科技嘛，对不对？那中共在当年冷战1970几年、1980几年那时候在干什么？中共当年因为确实是垃圾，确实是没钱，确实是穷，依然在玩乌龟战术，装傻充愣。就到今天中共还是在玩乌龟战术。但是中共这次的登月成功等于是向全世界宣布了他自己也是有能力晋升于一流强国之一的。
可能是红色贵族对于自己和中国的实力过度自信了吧，认为自己已经没必要再走乌龟战术了，或者说是准备打混合战术了。一面暗暗的给你低调的嚣张自己的实力，一面呢又在明面上说，哎呀，我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你不能欺负我啊，继续玩那一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玩法，对不对？那中共的乌龟战术的核心还真的是要靠这些海外的民主人士来维稳的，这个等下说啊。你们记住了，中共玩的是什么？低调的狂妄啊！我表面说我不行，我垃圾，我是神经病，但是呢，我私底下我捅你刀子，你还没法说啊！哎，你不能说我一个神经病欺负你吧？我中共就是傻子白痴弱智。咱们先来看看这些登月上面的视频啊，以及这个火箭发射的视频。看完了面具人，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大秘密。现在是在海南文昌，现在的时间呢是11月24日的凌晨0点45分左右。我们可以看见整个发射塔架已经全部打开了。长征5号遥5火箭呢是蓄势待发。这枚火箭啊，运载我国的嫦娥5号探测器前往月球。跟以往的嫦娥1、2、3、4号不一样的是呢，嫦娥5号不只是去月球，而且还要在月球上采集一部分的样品，最终送回地球来。所以这是一个有去有回的深空探测任务。对于月球来说，这样的探测任务上一次还是44年以前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时隔44年，人类探测器再一次打算尝试要到月亮上去采集样本，然后再送回地球。OK， 下一次就应该是凌晨发射时段了。北京时间12月1日，嫦娥5号在经过了1周左右的飞行之后，成功着陆在了月球表面一片叫做风暴洋的区域，并且拍回了非常清晰的画面。国家航天局目前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嫦娥5号已经完成了月球钻区采样以及封装。嫦娥5号的平稳降落保证了后续工作的顺利展开。在降落的过程中，嫦娥5号一边下降，一边通过光学成像敏感器来调整自身的姿态以及位置，躲避障碍。在选定安全着陆点后，嫦娥5号关闭发动机，采用自由落体的方式进行下落，并且在最后通过着陆腿的缓冲，平稳地落在了月球的表面。嫦娥5号的降落地点，也就是风暴洋区域的周围，有着1300米高的火山群，环境十分险峻。之所以选择在这里着陆，一方面是因为风暴洋从未有过人类探测器的到访，整体环境非常原始。另一方面呢，科学家推测这片区域形成的地质年代较短，这样嫦娥5号就可以取回最年轻的月球样品，方便科学家们了解月球的历史演化，进行月球地质结构等科学研究。嫦娥5号同时采取2种方式进行挖土，一种呢是通过机械臂和机械爪来抓取月球表面的土壤和岩石，而另一种呢则是通过特殊的钻头钻取，获得月球表面2米以下土壤构造情况。随后嫦娥5号将带着这些月球土壤返回地球，供科学家们进行详细的研究。此次嫦娥5号成功着陆，是我国探月工程探测器第3次成功的在月球表面着陆。而在此之前，我国曾经进行过4次嫦娥探月工程。2007年，嫦娥1号顺利升空。作为首次探月之旅，嫦娥1号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其携带的立体相机，对月球进行拍照，采集月球的影像，将信息传回地球。2010年，嫦娥2号成功发射。相较于1号，它来到了离月球更近的上空，对月球进行了更加详细、更加清晰的图像采集，并且选定了一片可以降落的平坦区域，为后续嫦娥3号提供了更好的参考。2013年，嫦娥3号成功发射，并且顺利着陆到了嫦娥2号在3年前所选定的着陆点。这也是我国月球探测器首次成功的在月球表面实现软着陆。到了2018年成功发射的嫦娥4号则更加大胆地着陆到了月球背面，而且嫦娥4号还搭载了一个生物舱，在这里面装着来自地球的土壤以及种子。在登陆月球200多个小时之后，土壤中的棉花种子长出了嫩芽，这一颗嫩芽也成为了月球上的第一片绿叶。
目前在月球表面执行挖土工作的嫦娥5号也即将携带月球土壤返回地球，为我们后续的探月工作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安全保障。看完了吧？面具人在这里想要告诉一下大家啊，你们仔细看看这些民主大师，他的言论其实和中共中央的言论是一样的，只是描述的方式和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中共的文宣口就是这样，你吃文宣这碗饭啊，党每天或者每周都会给你话题，然后呢，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风格来发挥。你在国内能看到什么美国的民主是假的，拜登全家是坏蛋，拜登迫害老弱妇孺了啊，这些话呢，你在国内也能看到，你从民主大师嘴里面也能听到，只不过大家的艺术加工不一样。就包括这几天炒的什么人大的教授说，哎呀，拜登无能呀，当然要拜登上呀，这不就是给这些民主大师送炮弹吗？啊，怎么你平时反共呢？啊，中共说的任何东西你都要反，结果呢，你看现在呢，听党中央的指挥了啊，人家党中央的人都说了，拜登无能，拜登上台对党好，所以呢，我们要听从党中央的安排，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认可党中央的话。哦，你们说这些人奴才不奴才？其实呀，这些反共华人都被这些民主大师利用了，作为操纵美国政治、攻击美国民主的炮灰了。这里还有一篇国内的文章啊，清楚地讲述了这些海外民主大师对国内维稳带来的好处。面具人念给大家听一听啊。美国这次的总统大选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强烈兴趣，中国网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着美国的大选，每天在网上聊的话题都离不开川普，网民们都把心思放在了美国总统大选上，也就没什么时间关注国内的事情了，所以呢，也很少有人讨论国内的一些敏感话题了，一开口就是美国选举川普必胜，这也让网警轻松多了。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充满了争议，让中国网民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之相反，网警则轻松多了。这段时间以来，网警们等于休了一个大长假。要是美国每年都搞总统选举就好了，那中国网警们每年都可以休一个大长假。要是有川普这样的人竞选总统就更好了，那中国网警就可以过上1-2个月的轻松生活了。网警的工作很辛苦，每天都要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看新闻报道，有不少网警呢就牺牲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以说为了维护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网警们真正做到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维护网络安全，网警们完全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健康，顾不上照顾自己的家庭。可以说，网警为了国家这个大家庭而牺牲了自己的小家庭，是为大家而舍小家。对于网警的健康恶化以及过度劳累牺牲，广大网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那些发敏感贴的网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那些在网络上发帖发言的网友，只图自己的一时之快，完全没有为网警着想，不知道自己的发帖发言给广大网警增加了多少的工作量，尤其是那些发敏感内容的网友，让网警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以前上一天网要看1星期的新闻联播才能缓回来，现在上网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看网上的消息就跟看新闻联播一样。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近年来网络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对贡献最大的，尤其是那些在网络后面默默无闻工作的网警们，可以说是没有网警的努力工作，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天清气朗的网络空间。老网民都知道，过去的网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乌烟瘴气。一大批的汉奸卖国贼在网上大行其道。哎呀，面具人我都有点读不下去了。但是呢，这是国内五毛的这个网警发出来的文章啊，还是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可取之处啊。继续看网上的汉奸大放厥词，看到他们的反动言论会气到吐血，恨不得立刻形成锄奸队，替天行道，铲除他们。看这个作风和咱们这些极端的川粉呀，或者是港台粉是一样的，只要和自己的观点不一样，就要把他们铲除掉，是替神替天行道来继续看这个文章后来呢，经过了网络的整顿，那些汉奸卖国贼呢也就销声匿迹了。怎么销声匿迹了？肯定是被国宝喝茶了呀。现在上网呢，到处都是爱国群众，已经没有了汉奸卖国贼的容身之地。网警的工作那么辛苦，为了让网警每年都有一段轻松的工作和生活，有关部门也可以建议美国每年都搞一次总统选举。至于竞选费用呢，中国也可以适当的分担一点。中国每年都有几千亿上万亿的维稳经费，每年给美国几百亿也无所谓，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和谐稳定，也可以顺便把美国搞乱。比如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就很乱，让爱国群众看得很开心。看到这儿你们应该明白了吧？这个文章呢是低级红高级黑但是反映出来了一个现实，就是什么？国内的哪块强拆了，国内的老百姓不公了，国内的哪块出现啥问题了，国内的人反而不讨论了，也不到国外寻求民主国家的帮助了，反而呢，你看咱们这些反共人士把所有的精力把所有的吃奶的劲儿都用在攻击美国的政治上面。你有没有想过，美国的政治和你有啥关系吗？你连英语都不会说，你连人家的这个身份都没有，你连投票权都没有。有时候呀，手伸得太长就有点不道德了，懂了吗？好了，来讲咱们今天最后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台湾朋友们听好了，当然了，大陆朋友们也要听好了，这个话题和你们都有很大的关系的。英国金融时报读者评选出2020年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2名伟大女性，台湾总统蔡英文、德国总统默克尔、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美国当选副总统哈里斯、撰写《武汉日记》的中国作家方方等人均当选。英国金融时报周末刊登每年12月选出了12月份这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今年当选中的一些人物似乎与笼罩2020年全年的新冠疫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中央社报道提名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读者指出，蔡英文在疫情爆发初期毅然禁止中国大陆民众入境台湾，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决定。他领导台湾抗疫非常成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蔡英文同时也让台湾成为今年表现最强劲的经济体之一。这个我不知道因为买了很多武器，还有进口了一些这个食品的矛盾，现在正在台湾发酵呢。那在政治方面蔡英文抵御了来自北京的压力抵御了大外宣，抵御了这个第三国中立的立场，严重的干涉美国大选，造谣美国大选，说美国的民主是假的，美国的军队是假的美国全体都被中共收买了。
台湾人的这种呼声也是很大的对，台湾一个民主国家的人天天喊着什么神选之人、君权神授知道不？这是民主国家的人喊的算了，蔡英文这块略过我受不了，我心脏不太好然后咱们直接说中国作家芳芳中国作家芳芳当选，应该与他在武汉因为疫情爆发封城期间日日夜夜写下了描述武汉人情悲催的《武汉日记》有着重大关系这本至今未在中国出版的书籍已经出了法语、英语、德语等多种版本，在海外的销量很大，影响也很大。听好了销量和影响根据中央社报道，蔡英文获选后表示荣耀属于全人民。总统府周六表示，蔡英文认为总统不代表个人，更是代表国家，再次感谢台湾人民团结一心，这份荣耀属于全民。但是面具人我不知道这个网军们怎么说的反正是那伟大的人这个名号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些工作在前线的可怜人我不知道面具人我真不知道有几个人姓啥名啥观众朋友们，面具人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是个大秘密。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你们真的认为是英国的吗？咱们先来看一个质疑点芳芳她何德何能当选2020年最伟大的女性？芳芳她一个女骗子红三代，假装反共人士，在国内安全反共的标兵大骗子，吃人血馒头的渣子红三代，靠着那些亡魂和钓鱼反共人士来混饭吃的这种杂碎，就能当选2020年最伟大的女性了吗？对了，忘了告诉你们真的，我刚才说了，芳芳也是正经八百的红三代，并且呢是超级贵族一脉传承的。这个话题咱们先留一个伏笔，在节目的最后，面具人我再给你们揭露然后就是蔡英文还有现在的台湾当局，包括台湾的局势，面具人我真的不想多说什么，因为很简单，台湾的信息，台湾的脑控已经形成了一个信息闭环了就是那种狂热的民粹情绪，谁反对谁就该死。在台湾你甚至连选择自己吃什么的权利都没有了，不管你是年龄大的还是小学生还是幼儿园，你不吃你就是没有台湾价值，你不吃你就是中共同路人。台湾现在只允许有一种声音，跟党走，听党话，吃党饭，谁反对反对无效，你反对你就是间谍战狼五毛小粉红，把你抓起来。反正面具人我之前预言的台湾人民代表制度已经实现得很好了，知道吗？在台湾现在天天有一群嗓音很大的人在网上说什么我是台湾人，我代表台湾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代表人喜欢吃，我代表台湾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代表台湾人告诉你你该怎么做，你不让我代表，那你就是没有台湾价值，你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你就是战狼五毛小粉红，知道吗？面具人我有时候都感觉你在民主国家生长，你居然不明白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去代表别人天天我们台湾人怎么样怎么样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华人为什么总能把民主给你玩成民粹，把民粹又玩成了少数既得利益团体割一群傻子韭菜的这种游戏？台湾现在形成了一个信息闭环不过也好，人活着嘛，总要有点追求，开心就好，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对不对？你看朝鲜民众大陆的小粉红民众，对不对？你不告诉他真相，他活着很开心呀，就算你告诉他真相，他还反对你，是不是？既然台湾人喜欢比臭，喜欢吃，那你就让他做嘛，对不对？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这是他自己的人权，是不是？他喜欢搞什么网络暴力，谁反对把他家的身份证，把他全家的照片公布到网上，轮流让网军去骂，搞这种网络杀戮，你就让他去搞当然了，面具人我是比较信奉这种现实生活中的较量的，不要说你在网上吹的多么厉害，对吧？结果呢，人家大陆人过来了，打了你的人了，你连还手都不敢，知道吗？你的人
因为抗议呀，抗议无效，最后怎么样？最后自己烧火，懂了没？啊，然后呢，网上的人啊，真的是文革呀，说这个烧火的人啊是假的，说这个烧火的人该死，知道吗？这就是台湾人。我真的不知道啊，短短的几年时间啊，讲道理的啊，有文明积淀的台湾人、香港人，已经进化成了满嘴的流氓话，什么3个硬盘、床上的姓氏，还有说啊要杀光大陆人，什么杀光畜生支那之类的啊，看见别人的悲剧了就说该死，死得好，这不是文革了，这是什么啊？跟你好好沟通一下，你都沟通不了，满嘴的就是这种淫秽啊、杀人呐、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哎，开心就好。既然台湾人喜欢这样啊，你说他个什么事情，他就立刻拿出来更烂的东西给自己开脱，那就让他们在这种信息闭环的大外宣防火墙里面自娱自乐也挺好的，洗洗脑嘛。人要洗澡，更别说洗脑了。台湾现在的社会形态已经完全不像民主自由的形态，而是高度的封闭化、自我洗脑，高度的排他性的，高度的文革化的，容不下任何不同的意见。2个观点不同的人就跟杀了亲妈一样，恨不得把对方的妈杀掉，知道不？啊，这就是文革的形态。这不是说理性讨论民主的形态，民主的形态是什么？不管是他的观点还是你的观点，谁对国家好，谁对人民好，就选哪个，而不是说要杀对方亲妈，知道不？台湾现在的这种排他性啊，已经趋近于香港人了，知道吗？香港人现在激情过后已经开始反思了，台湾马上就要步入到下一个激情的阶段了，并且呢，这种台湾的排他性啊，甚至比大陆还严重。大陆的这些人啊，你告诉他，哎呀，美国能赚钱，西方能赚钱啊，他立刻好奇心就起来了。台湾人是真的信呀，你不吃，你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你不吃，你就是战狼5毛小粉红。吃你的东西，闭你的嘴，听话别吵，跟党走，吃党饭。所以呢，台湾人自己玩吧，高兴就好。哦，对了，忘了说了，刚才要告诉你们一个很可疑的东西啊，那就是芳芳在国内大摇大摆的反共，越反共越出名，越反共越有钱，接受采访反共，出书反共，出英语、德语、法语来反共的书啊，全世界大卖。那普通人在微信上说错一句话都被国保抓了啊！这现在共产党还把芳芳捧成了世界级的2020年最伟大的民主女大使，可以厉害。那面具人在这里告诉你们啊，这个捧她的人是什么？捧她的机构是什么？英国的金融时报。那你们真的认为英国的金融时报叫英国金融时报，它就是英国的吗？来，面具人给你们看这张图片啊。金融时报是一份以英语发行、财经报道为主，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由位于日本东京的日本经济新闻100%控股。重点看好了啊，日本东京的日本经济新闻100%控股，明白了吗？所以呢，蔡英文和芳芳才能上位，当选2020年全世界最伟大的女性。蔡英文那不用多说了，民进党和日本的关系，台湾人都知道。然后呢，芳芳呢，面具人告诉你们，标题你们也看到了，日本首相舔共舔过头。为什么？大家还记得之前习近平要访问日本，结果被安倍拒绝了的事情吧？可是呢，这个新任的首相菅义伟刚上任没多久，就急着见中共的人，并且呀是自降身段的见哦。上个月24号的时候，中国外长王毅在东京日本跟这个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见面时啊，在记者面前，王毅当场主张中国对钓鱼台群岛以及周边海域的主控权，将日本所担心的中国公务船在周边的海域活动正常化。但至今呢，主张钓鱼岛这个事情啊，茂木却不敢吭声，菅义伟也不敢吭声，任凭王毅说东道西发飙，引起了很大反弹。日本的民众也很愤怒，因此呢，日本政界以及舆论界啊，对菅义伟政权的这种外交方针啊，民调大大下降，认为日本现在完全受制于中共，并且呢，菅义伟为了自己的这个政权的延续啊，
怕安倍还想重新回来当政啊，也跟这个二阶搭档策划啊，没阻止检方调查安倍的这个赏樱花的事件啊，那个事件就是日本的一个事件啊，政治斗争。菅义伟显然是对安倍的各种背叛，因为安倍指定了菅义伟代为他做这个首相嘛，而茂木呢也任凭王毅打脸，毫无反驳。这些事情呢，哎呀，太恶心了。面具人我当时都说了，安倍他因为一个拉肚子这种不痛不痒的毛病就卸任首相，交出了皇位，这太蹊跷了，太迅速了啊，知道吗？他当时一考虑卸任，立刻指定菅义伟。当时面具人就说了，安倍应该是被政变了。你看啊，现在的菅义伟完全与安倍的政策和路线是背道而驰的，并且呢，还有对安倍落井下石的举动啊，敦促还要继续调查安倍的一些樱花事件。那王毅还在25日跟菅义伟会了面，看好了啊，这里面恶心的事情就来了，总统级别见外长级别的，并没有任何的事先接洽，第一次一次性的就见到了，知道吗？按道理来说，一般都是外长见外长级别的，或者是外长见国务卿这个级别的，那元首级别的见元首级别的，对吧？或者是外长级别的，通过前几次的接洽之后，层层过关，到最后才能外长见元首级别的。可是呢，菅义伟显然是自降身段，以元首级别的身份直接会见了外长级别的王毅。那这种行为在特别重视尊严和礼节的大和民族看来是非常耻辱的事情。11月25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东京会见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看好了啊，外长级别的去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不是习近平啊，不是元首级别的啊。王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致菅义伟首相的口信，听好了啊，派人来给你日本人传话，你日本的这个最高级别的领袖请接圣旨，并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亲切问候。王毅表示，日本新政府成立以后，习近平主席同菅义伟首相通过电话，就持续改善发展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实现两国关系的平稳过渡，明确了下一阶段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王毅说，经过多年的努力，中日关系终于重回正轨，双方应该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局面。下一步，中方愿意同日方着力构建契合新时代的要求的中日关系，使这一目标早日落地、开花结果，惠及两国人民，并为了迎接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打下坚实基础。一、要建立真正的互信，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推进全方位合作。二、要推进区域合作，加快自贸区建设，共同开创亚洲美好未来。三、要共同致力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共赢的方向发展，承担起两国应尽的国际责任。菅义伟感谢习近平主席的重要口信，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诚挚问候。菅义伟表示，发展稳定的中日关系不仅对日中两国，对地区和国际社会也十分的重要，是两国共同的责任。日本新内阁高度重视日中关系，愿同中方增强互信、互通，共同推进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日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合作，推动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共同庆祝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各位观众朋友们，那看到这里，大家对这些事件的脉络也应该渐渐的清晰了吧？看，我给你们梳理一下啊。民进党亲日，日本现在又明显的亲共，对不对？那台湾现在右转啊，如果说台湾走向了这种高压高度的集权化，对谁有利？是不是这些奴隶主互相之间就可以买卖奴隶了啊？就不用考虑人民的选票了，不用考虑人民的想法了，那独裁国家与独裁国家之间勾兑起来就很轻松了嘛，对不对？不存在民意的阻碍了。看，
民进党亲日，日本现在明显的亲共，然后呢就有了你们看到的台湾、中共各派出一个人作为2020年全世界最伟大的女性代表，蔡英文、芳芳。哦，忘了给大家说了，刚才的谜底要揭秘了啊！芳芳也是红三代哦，还不只是红三代这么简单哦。来，面具人，我给你们深扒一下啊！面具人，我实名，面具人，我姓面，名具人，实名检举芳芳啊！你说我面具人这个名字不是真的啊？我干你娘啊！对付芳芳这种女流氓，我需要用君子套路吗？对付流氓我就干他，知道吗？啊，当然了，我揭露的这个信息是真的。芳芳原名汪芳，1955年5月11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的一户书香人家官宦子弟。他的外祖父杨庚生是辛亥革命元老，撰写了《讨袁角文》。他的伯祖父汪辟江在1897年清光绪13年11月出生在江西省彭泽县的官宦家族，父亲汪继瑜曾经担任密阳城知县。芳芳的舅公杨叔子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看完了吧？现在了解到了，芳芳她妥妥的是红三代呀，官宦士族呀，对不对？观众朋友们，你们要能明白，反共民主在咱们华人圈里面不是屁民能玩的。不管你是舔共、反共，还是玩什么民主呀、议会呀，这些都是贵族的权利。华人怎么玩都是把民主玩成贵族奴隶制了，你们懂吗？仔细观察一下台湾、香港、大陆的社会，实际上都是奴隶制啊。可悲的是什么？这些反共的民主大师还活在30年前。中共的红色贵族的红三代、红四代的民主大师已经崛起了，已经开始布局00后了。什么二次元反共群呀，同志反共群呀，激情片反共群呀，你想要什么样的类型的人群的反共群，应有尽有，超前部署。那么今天的问题就来了，观众朋友们啊，你们自己仔细想想啊，民主什么时候轮得到老百姓玩民主了？不管是民主还是舔共反共，还是玩议会政治，不都是贵族的专利吗？你舔共也是赵家人才有资格舔，你反共也是赵家人才有资格反，你讲民主也是人家贵族才能讲贵族之间的民主。你什么时候见过华人的议会呀、政协呀、立法院里面那些坐着的人五人六的装逼的那些牛逼哄哄的人？那些人是平民老百姓了，是普通老百姓了，那里面坐着的人个个都是身家上百上千万的，甚至上亿万的达官显贵，好吗？其实面具人我对日本人的好感还不错啊，日本人是一个挺思辨的民族，日本人非常擅长改正自己的错误和学习和进化，他们的自尊心也很强。这一次检议委自降身段舔共啊，包括搞了一个什么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是吧？2020年最伟大的女性芳芳蔡英文，也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政策啊，也让他自己的支持度非常的降低了，知道吗？他现在的口碑是破纪录的差，那你们就知道日本人对检议委有多么愤怒了啊！那你检议委你舔共你就舔吧，知道吗？现在整个日本人民对检议委啊不做正面评价啊，以及负面评价，这两个加起来远远超过了对他的好感度和正面评价。面具人在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你们认为反共、舔共或者是自由民主，不管是任何形式的人权、平权，为什么到最后都会被华人玩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割韭菜呢？为什么？留言告诉我。